生产当天，婆婆把老公叫走，丢下我一个人在医院无人看护。从手术室出来，我给老公打电话，却听到里面传出他小青梅的声音：“老公，过来拍全家福啦！”我忍下心中疑虑，询问他什么时候过来，他却怪我打扰到他。不就生个孩子吗？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我现在有事忙完就过来。可我等了3天，他都没有出现，而他的小青梅却晒出一张全家福和2枚对戒。全家福和对戒，幸福的起点。我强撑着还很虚弱的身体，抱着孩子办理了出院。这垃圾老公是时候该扔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病房里收拾东西，准备出院时，陈明远慢悠悠地过来了，看着一旁整齐摆放的衣物和不断啼哭的孩子，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孩子哭了，你还不赶紧哄哄？生孩子这几天我都有事，至于打电话跟我生气吗？再说，你现在不也好好的？我收拾衣服的动作停住，克制着心中的怒意反问：有事？你不顾自己妻子的生产之痛，不管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，反而去和你那小青梅拍全家福，这叫有事？陈明远听到这话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沈云芝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儿？不就是拍了张照片，你至于对我发脾气吗？珍珍作为一个单亲妈妈，多不容易，我帮她怎么了？想到那定制款的对戒，我气笑了。帮她还专门定制对戒，你帮到她的床上去了吧？闻言，陈明远恼羞成怒，把手边的玻璃杯摔到了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沈云芝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了？赶紧给我抱着孩子回家去，别在这折腾我！孩子被陈明远这一动静吓到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我急忙走过去，抱起孩子哄了起来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。我侧过头，对着一直抱着手臂、冷眼旁观的陈明远冷声道：“我成全你，离婚吧。”陈明远听到这话，猛地抬眼：“离婚？沈云芝，你想和我离婚？我不是都来这接你回家了吗？你还要离婚？想得美！”陈明远说完，转身关上门走了出去。薄薄的木门被他砸得响彻整个病房。我拼命眨着眼睛，试图把眼泪收回去。当初和陈明远在一起，是他追的我。那时我是我们学院有名的佼佼者，陈明远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企业家。为了我能有更大的进步，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陈明远经常带我接触上流社会。毕业之后，他更是把所有的资源都倾向于我，一路的相辅相成，我们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结婚时，陈明远双膝跪在我面前，放声大哭：“云芝，相信我，未来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哭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”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陈明远是真的爱我的，可是自从他的小青梅杨真真回国之后，我的眼泪总是不间断。陈明远会为了陪杨真真逛街买衣服缺席我的产检，会因为杨真真扭不开瓶盖把怀孕的我扔在高速上。无数次我开口让他和杨真真保持距离，换来的都是陈明远的不耐烦。沈云芝，你能不能不要每天疑神疑鬼的？真真她只是依赖我而已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应激？我只是把真真当作妹妹。渐渐的，陈明远开始夜不归宿。我曾跟踪过他，却发现他走进了杨真真家里。我在杨真真家楼下待了一晚上，都没见到陈明远的身影。在我决定要离婚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陈明远跪下来求我留下这个孩子，给这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心软了，原谅了陈明远，
可换来的却是独自承受生产的痛苦时。陈明远在陪杨真真拍全家福，多可笑！我回过神来，把脸上的眼泪擦干，抱起孩子，拿上行李，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出了病房。幸好结婚前我自己全款买下一套房子，还有地方可去。就在我把孩子哄睡时，却突然接到杨真真的电话：“姐姐，对不起啊，你生孩子那天我让明远哥过来和我拍全家福。”杨真真甜腻的嗓音从电话里传出，嘴上说着抱歉的话，可我却感受不到一丝诚意。你知道的，明远哥偏要来的话，我也阻止不了。我不出声，安静地听着。杨真真继续说着：“姐姐，你和明远哥千万不要因为我离婚啊，我会很愧疚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不禁笑出声。合着这通电话是专门来打探我和陈明远离婚的事情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垃圾，那陈明远就送你了。我不顾杨真真在那边不断的确认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杨真真既然能向我打探离婚的事情，就说明她从医院出门之后就已经去见过杨真真了。自己老婆孩子都不顾的人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垃圾就该回到垃圾桶里。突然，大门门锁的声音突然响起，陈明远来了。我定定地看向他，有些疑惑：“你来这干什么？”陈明远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。我回我自己家还要什么理由？儿子呢？睡觉了。今天下午我仔细想过了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错，没有提前和你说。为了补偿你，我今天晚上会陪你在这睡的，这是给你的赔礼。陈明远把一个小盒子放到茶几上，推向我这边：“快给我倒杯水，渴死我了。”我不管陈明远的指挥，走过去打开那个盒子，里面躺着的赫然是一枚戒指，只是这枚戒指和全家福照片上杨真真戴的那枚戒指一模一样。戒指的内圈里甚至还刻着杨真真和陈明远的名字。我越发的心寒，原来我对于陈明远来说是随便一个东西就能哄回去的。我把戒指丢了回去，冷声道：“怎么，杨真真不要的你拿来送给我？”陈明远抬眼看我，一脸的无所谓：“都是戒指，分什么你的他的？扔了不是浪费吗？再说平常时你又不戴，差不多得了。快给我倒杯水，渴死我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我直接拿起桌子的脏水，直接泼到陈明远的脸上。渣男！陈明远猛地站起身来，指着我：“你！”整个人的架势像是要冲上来打我一样。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，却迟迟不见陈明远有下一个动作。只见他安静地用手擦干脸上的水珠。算了，你情绪不稳定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云芝，家里的另一个存折放在哪里？直到此刻，我才明白陈明远来我这里的真正目的。家里的存折一直是我负责保管的，陈明远从来不会过问在哪里。现在刚说要离婚，他就要存折，只怕是想私吞。我反问他要存折做什么？陈明远刚想说话，手机响了，他看到信息，脸色大变，瞬间冲了出门。我站在原地，不禁轻笑，能让他这么着急的，恐怕只有杨真真吧。陈明远问我存折在哪这件事，倒是提醒了我，在婆婆家里，我还有些值钱的东西需要拿回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把宝宝交给月嫂张妈照顾之后，就去了婆婆家。家里没人，我径直走向我和陈明远的卧室。推开门，却发现屋子里多了很多不属于我的化妆品和衣服，是杨真真的。我从住院到今天，才短短5天的时间，这个卧室就换了个人了。我走过去，拿起床头柜上摆着的照片，
上边赫然是陈明远和杨真真一起照的那张全家福。我不禁想起之前想把婚纱照摆放到床头柜上，被陈明远万般拒绝。床头柜就是摆设，你放那碍事的玩意做什么？可是现在，我把那张全家福放回原位，心里依旧呼啸着凉意。总有人是偏爱的，只是陈明远的偏爱不是我而已。刚生产的虚弱感还在，我无力再纠结于这些。我迅速找到之前藏东西的位置，打算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带走。可我把盒子拿出来时，却发现原本满满当当的饰品已经不见踪影。我有些着急地在房间四处翻找着，这些首饰的价钱加起来能买一套房啊！真真，你在那找什么？门外突然传来婆婆的声音，紧接着她走了进来。看清是我之后，原本笑嘻嘻的脸瞬间耸拉下来。是你呀，还回来干啥？不是要和我儿子离婚吗？赶紧走！我看了他一眼，翻找的动作不停。我回来拿回我的东西而已。婆婆见我在不断的翻找东西，迅速走过来，往我手上重重的打了一巴掌。什么你的东西？这哪样东西不是我们家的？我被打得猛地站起来，却突然看见婆婆脖子上戴着的项链，这不是我的金链子吗？手上竟然还有我的金手镯。我不顾婆婆的挣扎，直接上去把金项链、金手镯给拿回了手里，根本不需要问她能不能还给我，反正结局都是要靠抢的。缓过神来的婆婆无措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和手腕，不敢相信一向温和孝顺的儿媳竟然敢这样。她不由得大喊：你个丧心病狂的，竟然敢抢我儿子买的东西！快来人啊，儿媳抢婆婆东西啊！我揉了揉耳朵，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。你儿子可没钱给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。还有，别喊我儿媳，恶心！婆婆看了离婚协议书，刚暴怒的火气一下子平息下来了。你真要离婚？随即想是想到了什么，笑了起来。也行，反正你那刚生下来的孩子还说不定是谁的呢，但我那4岁的亲孙子还需要上户口呢。好事好事。我拿着金项链的手停住。4岁的亲孙子，看婆婆这么得意的模样，应该是杨真真的儿子吧。这件事只怕和陈明远逃不开干系。我和陈明远结婚不过3年，原来他这么早就和杨真真联系上了，甚至孩子还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生下来的。看着曾经我和陈明远的卧室，我放在房间里的所有物品都被杨真真的东西取代。这个房间，这个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这一瞬间，我好像完全释然了。婆婆不断翻页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回过神来，继续翻找着，还是钱要紧。终于在一个小角落发现了我所有的首饰。趁婆婆的注意力都在离婚协议书上，我迅速把首饰放进包里，记得让陈明远签字，明天民政局见。我甩下这句话后，走出了门，独留婆婆在身后不断叫骂。回到家，我抱着儿子哄了一会之后，拿出手机想通知陈明远明天去民政局。手机刚打开，却发现当医生的闺蜜给我发了几张图片，刚出的报告，他们还没看过。我点开，是2份报告。第一份，杨真真和她儿子陈浩然的血缘关系数值是99%。第二份，陈明远和陈浩然的血缘关系数值为0.00000001%。很明显，陈浩然不是陈明远的孩子，但陈明远好像不知道。我看着这份毫无血缘关系的报告，不禁笑出声。太荒谬了！只是陈明远为什么突然要去做亲子鉴定？我问了闺蜜，但她迟迟没有回复。
我便没有管太多。点开朋友圈，却发现杨真真更新了。最浪漫的不过是生病时有人陪，配图是她和陈明远、陈浩然三人的合照。陈明远还亲昵地把陈浩然抱在怀里。看来他们还不知道报告鉴定结果为0的事情。可等我再次刷新时，这条动态已经删除了。我拿着手机冷笑，看来有好戏要登场了。这种幸灾乐祸的事情怎么会少得了我？我转手把手里的离婚协议书和血缘报告发到家族群里，艾特陈明远，记得把离婚报告签了哦。另外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消息发出去之后，原本热闹的群里陷入一片寂静。三婶，这是啥子玩意儿哦？二伯，闹离婚不行，伤风败俗的东西，我们家族就没有离婚的。我忽略掉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消息，直滑底部。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的消息，此时已经在开骂了。沈云芝，娶到你，我们家是造了什么孽呀？为了逼我儿子离婚，竟然拿假报告来威胁我们。我告诉你，浩然是我亲孙子，你少来污蔑。我笑了一下，想起陈浩然的模样，和陈明远没有一丝相像的。你从哪看出来陈浩然就是陈明远亲生的了？我这话说出口，群里再次恢复寂静。婆婆没有再出声，估计是去看陈明远和陈浩然哪里相像了。我直接留了一句，告诉陈明远，明天民政局见，必须离婚，不管怎样，这婚必须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拿起证件出了门，刚到小区楼下，却看见陈明远正拿着一束黄玫瑰走了过来。看到我，原本丧气的脸上浮现出惊喜，连忙跑到我面前。这时我才看清楚陈明远脸上清晰红肿的巴掌印和抓痕，看样子是经历了一场恶战。陈明远把花举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讨好。云芝，这个送你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如果我昨天没有看到杨真真发的朋友圈，或许我会相信这花是陈明远特意去买的。可是我的目光看向花束旁的卡片，上面赫然写着祝真真早日康复。我直视陈明远的眼睛，冷声道，你非得拿送过杨真真的东西来恶心我吗？之前是戒指，现在是向日葵，别人不要的东西拿来送我。陈明远，别人不要的东西我更不会要。花是，人也是。陈明远有些尴尬地把手里的花放下，试图狡辩。云芝，不是这样，我只是来不及。先走吧，民政局上班了。我打断了陈明远的话，径直往前走。不料陈明远听到去民政局，瞬间怒了。沈云芝，我都被你害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要和我离婚？我转过身来，一脸费解地看着他。我害的你？难道这一切不是你造成的吗？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小青梅纠缠不清，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吗？当初我劝了你多少次，你又因为他吼了我多少次，查出他的孩子不是你的，所以你就把所有过错怪到我身上。陈明远，你好自私。我发泄完自己的怒意之后，也不管陈明远如何，径直走了出小区。反正家里的门锁已经换过，我不担心陈明远会进去。今天是领不了离婚证的了。果然，我出门没多久之后，陈明远也走了出小区门。他就是这样的，爱在我面前装得很深情，实际上比谁都自私虚伪。此刻，我真想回到3年前陈明远向我求婚那时，狠狠地揭穿他的真面目。我叹了口气，出了小区。现在我和宝宝住的房子十分的不安全，杨真真和婆婆都知道具体位置，
所以我只能拖着刚生产完不到15天的身体，再找一个房子住下。幸好一切进行的还算顺利。我迈着轻快的脚步推开家门时，却看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。客厅里，婆婆抱着宝宝在逗她玩，一旁的月嫂无措地看着我。婆婆见我回来，立马抱着宝宝走过来：“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把门锁给换了？我打不开，就拍门，这仆人还不开，说怕我偷孩子。我可是我们乖孙的亲奶奶，用得着偷吗？要不是我在门外叫唤半天，他还不给我开门里。”张妈是经验丰富的月嫂，不是仆人，说话放尊重些。我开口打断了婆婆的唠叨。我特地交代过张妈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婆婆说叫唤半天，以她的性格必定是轰动整栋楼了。我递给张妈一个安心的眼神，示意没事。婆婆出现在这里，大概率就是为了宝宝来的。陈浩然已经不是她的亲孙子，不能给他传宗接代，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我的孩子身上。想到这，我从婆婆怀里抱走孩子，交给张妈。等到张妈把房门关上，我才冷声对婆婆说：“你来这做什么？”婆婆丝毫不客气地躺在沙发上：“这是我家，我想来就来。昨天的事情，你把照片发群里的事情，我还没和你算账呢。你让明远的脸往哪搁？”我冷笑了声：“那他有没有想过我的脸该往哪搁？”婆婆还想继续和我争辩，我迅速扯开话题：“先吃饭吧。”我这虚弱的身体实在无力和她争辩，赶不走，只能请走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婆婆一直把鸡汤里的鸡肉加到我的碗里：“云芝，快吃吧，你现在还在月子里，得好好补补。”婆婆对我的态度难得平和。我看着面前装的几乎要溢出来的肉，不由得想起每一次和婆婆吃饭时，她总是盯着我吃肉，只要我加上一块肉，她就特别不满地在旁边阴阳怪气：“你都吃了3块了，再吃成一个胖子，我儿子就不喜欢你了。儿子快吃，别一会全让他吃了。”婆婆一边朝我翻白眼，一边把整盘的肉倒进陈明远的碗里。而每到这个时候，陈明远总是默不作声的，他从不会主动地站在我这一边。婆婆还在不断把盘里的肉放进我的碗里。看来陈浩然不是陈明远子的事情，对婆婆伤害还挺大。沉思片刻，我把碗放到一旁，试图套话：“陈明远为什么要去做检查？”婆婆目前处在讨好我的状态，对于我的问题自然是知无不言。那天有人说陈浩然不是他亲生的，明远就跟别人打赌，结果检查出来，你说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？白白替别人养了4年的孩子。随即婆婆脸色一变，目光柔和中带着谄媚：“还好你又给我们家生了个儿子。云芝，别离婚了吧，和明远好好过日子。”我冷笑了声，拿出手机，翻出杨真真的朋友圈，递给婆婆看：“陈明远可不会想好好过日子。”杨真真最新更新的动态上发布了一张和陈明远亲吻的自拍照，配的文案是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相爱就行。”明显是协商好了。婆婆看清楚了照片，愤然起身：“这臭不要脸的婊子，老勾引我儿子，我得去给他点教训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火急火燎地出了门，正合我意。看来杨真要有难了。我安静地吃着饭，目光却控制不住地放到那张照片上，看陈明远的穿着打扮和今天他来找我时一模一样。上午来和我说求原谅，下午就去和小青梅你侬我侬，既要又要，渣男。我和张妈吃完晚饭之后，迅速收拾东西搬离这个家，不能在这待了。
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。在新家安顿的那一刻，我把陈明远、婆婆、杨真真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。听说那天晚上婆婆找到杨真真，把她的脸打得红肿。陈明远护着杨真真，也被婆婆打了。据说还把杨真真肚子里1个多月的孩子给打流产了。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不禁有些后怕，实在是超磁人格。安静的在家休养1周后，物业却突然联系我说房子着火了，发现的及时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我出门时断水断电断煤气，怎么会着火？有种不好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浮现。我没着急回去，转手打开了家里的监控。当初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装了好几个全方位的针孔摄像头，现在倒是派上用场了。我点开监控，翻到火灾前的视频，只见我的家门突然被人从外边被人撬开。看清楚来人时，我傻眼了，竟然是杨真真。只见杨真真拿着刀在房子里四处看看，像是在确定有没有摄像头。刀尖在漆黑的屋子里发出冷光，我不由得咽了下口水。过了一会，杨真真径直走向卧室。卧室里没有监控，我看不到她在里边做了什么。隔了很久，我才听到卧室里传来一声瓷器掉落在地上破碎的声音。我那价值上百万的青花瓷花瓶被他砸碎了。紧接着，杨真真走了出卧室，她手里提着一桶汽油，把客厅、卧室、书房都浇了个遍。随后拿出打火机，把沙发上的毛毯点燃，火势有了汽油的助燃，渐渐蔓延到整个沙发、餐桌。火光里，杨真真几乎癫狂地笑着：“沈云芝，你毁了我，我也要毁了你。”我听到这话，瞬间头皮发麻。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连夜搬走，现在可能就是葬身火海了。我抱紧身旁熟睡的儿子，一阵后怕。无论如何，杨真真这个隐患绝对不能留。我带着整理好的监控视频去了警察局举报。警察需要到现场去考察，跟我一起回去了。我率先走了上楼，到家门口的楼梯拐角处时，我听到了一阵声响。待我反应过来时，却看见杨真真拿着小刀指着我。我看着面前拿着刀的杨真真，冷声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杨真真的眼圈乌青，长发胡乱地披散在肩膀上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“做什么？杀你了呀！要不是你，明远怎么可能发现浩然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我又怎么会失去我的50万？50万是陈明远答应给杨真真的生儿子奖励费用。”我看着杨真真，明显能感觉到她精神似乎不是很正常。杨真真，那亲子鉴定可是陈明远自己去检测的，你不去找他，麻烦来找我。再说，他不是自诩是最爱你的人吗？怎么可能会放弃你？我和陈明远马上就要离婚了，离了婚，陈明远就再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我边开口稳住杨真真的情绪，边给刚刚的警察打电话。果然，杨真真听到我要离婚之后，冷静了下来，转手打电话给陈明远。出乎意料的，陈明远来得很快。见陈明远过来，杨真真的刀子又放在我面前，对着陈明远大吼：“陈明远，我和沈云芝，你选谁？”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随后手脚利落地把杨真真手里的刀给抢了过来。“你真把自己当娇妻了呀？还2选1？”我指着杨真真对身后赶来的警察说道：“她就是杨真真。”杨真真看到警察，脸色大变，下意识地想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“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明远哥，快救我！”陈明远抱着手，冷眼看着杨真真被警察抓住，
没有任何动作，反而他还凑到我旁边，一脸的讨好。云芝，我一定会选你的。我轻笑了声，不需要。经过现场确认发现，杨真真不仅放火烧了我的房子，还打碎了我价值上百万的花瓶，偷了我的一部分饰品。人证物证确凿，杨真真在赔了我150万的赔款之后，还要在牢里待3年。进牢前，杨真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陈明远救她，可陈明远一把甩开她的手，这是你罪有应得的。听到这话，杨真真眼里的希望彻底破灭。陈明远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出了警察局，我喊住一旁的陈明远，我还没把去领离婚证这几个字说出口时，陈明远已经摇头拒绝了。云芝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离婚好不好？陈明远站在我身旁，眼里是止不住的哀求。你想想，我们的孩子还那么小，你怎么忍心让他没有爸爸？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冷笑，因为我孩子的爸爸跑去给别人家孩子当爸爸了，离婚的事情没得商量。陈明远见我的态度坚决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这时我才好好的凝视着他。几天不见，陈明远憔悴了许多，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祈求。云芝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好你和孩子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一分委屈和痛苦。云芝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陈明远用手捂着自己的眼睛，泪水从他的指缝渗出，掉落到地面上，激起一些涟漪。他以为我会很感动，但我只有无尽的厌烦和憎恨。陈明远，我所遭受的所有苦难和委屈都来源于你，你凭什么要我原谅你？你为了和杨真真拍照，独留我一人在产房的时候，孩子在不断啼哭，而我无力哄的时候，你想过和我还有以后吗？陈明远想开口狡辩，可嘴张了半天，却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来。不是的，云芝，都是杨真真蛊惑我的，我不能想象没有你的日子。我把包里的银戒指拿出来，放到陈明远面前。还记得吗？当初结婚时，你送我银戒指，曾答应过我会给我换一个的。可是3年了，我都没有等到，反而是看到了你给杨真真专门定制的情侣戒指。陈明远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你都没能满足我，你还配和我谈以后吗？我不想再和陈明远纠缠，甩下一句法院见，便开车走了。陈明远愣在原地，久久没有回神。过了一会，他突然蹲在地上，掩面痛哭。那天之后，我带着孩子换了个城市生活，彻底离开了陈明远一家。儿子简直就是个天使宝宝，不哭不闹人，吃嘛嘛香，睡觉质量嘎嘎好。我也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，项目开始运转，公司的地位也在不断上涨，而我也从原来的小沈摇身一变成了沈总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除了和陈明远的婚姻，再次见到陈明远是在法院的大门。陈明远看见我，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里迸发出一丝光亮，他张口是意外的局促。云芝，好久不见。他眼神在我身上不断打量着，你最近漂亮了不少，好像我们刚认识时那样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否认，毕竟离开了折磨人的婆婆和陈明远，我确实是活过来了。陈明远走到我身旁，想拉起我的手。云芝，我们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我迅速迈开步子，离陈明远1米远，坚定拒绝。不好。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爱我了吗？我摇摇头，说出的话冷漠而坚决。不爱了，
你做的这些事足够把我对你所有的爱意磨平了。陈明远，破镜不能重圆，走吧，该开庭了。陈明远呆愣在原地，眼底的破碎尽显。法庭上，陈明远拿着笔在离婚协议上停留了很久，终究还是签了字。对于孩子的抚养权，他也没有一丝争辩。云芝，我知道孩子对你很重要，我不和你争。听到这，我不禁冷笑，就算是争，也不能争过我的，毕竟现在我比他更有权利、潜力。很快，离婚证发了下来，出了法院门。陈明远还是不甘心，他用力抓紧我的衣角。云芝，我们真的没有以后了吗？我用力把自己的衣角扯回来，没有了，而且孩子也不会知道他曾经有你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陈明远愣在原地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我转身上了车，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